好了，又是到了咱们小狼淘宝的推荐环节。那么小狼521.淘宝.com 呢，目前也是新域名启动，同时老域名呢也是可以用的啊，这个都不耽误。新域名是小狼521.淘宝.com， 小狼我爱你啊，这个是咱们非常自恋啊。当然，今天咱们的主要内容呢主要是宣传咱们的4件套这个上市，以及这个4件套的椴树蜜、4件套雪蜜以及3件套的这个松子儿。这个呢，在上次宣传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不过不要紧，这次有更新鲜的东西，让大家可以理解一下。那么这次的东西呢是咱们的这个网店的这个图，我要给大家伙看一下啊。目前呢，咱们小狼是有这个拎兜，小狼黑山食品店的这个拎兜，因为很多朋友啊，这个想要送亲友、送长辈、送这个上司，或者是送这个女朋友，或者是送炮。当然，咱们先不扯啊，这个不管是送谁吧啊，这个必须得有一个。这个像样点的这个拎兜，咱们有这个拎兜，同时雪蜜呢，咱们是好包装啊，这个黑土地包装。咱们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铁盒包装，这是椴树蜜，因为椴树蜜咱们是要自己亲手灌的，您的每一份蜂蜜都是小狼啊，在这个大桶里面啊，不能说小狼，是小狼的工作人员啊，在大桶里面给你们灌的。这个铁罐子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这个右上角这个4个铁罐子，当然照的比较小。下期视频呢，我会给你们详细的录一个视频。这个铁罐子呢是金属包装，里面装的是咱们这个蜂蜜，加上这个拎兜，我觉得目前来讲也是可以拿得出手了。如果说这个铁盒包装呢，如果印上小狼的 logo 的话，那更是可以。在寒冷的冬季和年关，大家伙如果赠送亲友、赠送长辈，咱们可以来支持一下小狼。同时啊，要跟小狼说一些什么呢？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小狼啊，毕竟这个大家伙这个都知道，小狼做视频也比较不容易。当然，事实上，我希望大家伙什么呢？就是不买也来看一看啊，小狼521.淘宝.com。同时，以后呢会有更好的这个商品会弄上来。小狼呢在这里郑重的承诺啊，小狼是一个地道的一个东北人，这个而且是黑龙江人，所有的产品都是小狼最专业，就是最好的地区做这个东西。大家伙如果来支持的话呢，一定要相信小狼。当然，咱们今天的视频的这个片头先做到此为止，马上进入精彩的比赛。好了，在腰尾非常激情的音乐过后呢，来到今天的比赛解说视频。今天视频呢，咱们看标题都知道啊，是河池对老 K。但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不是说今天晚上，也就是说这场视频的比赛啊，是本年度10佳比赛。河 K 大战也是本年度这个，因为河池进步很大，老 K 呢也是作为这个12年中期以来到目前为止最大的 BOSS， 中间会发生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本场视频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小狼啊真的是很用心，而且里面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小段子、小桥段啊，大家伙拭目以待。当然呢，这个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宣布后面是有一个小的变态的地方啊，大家伙一定要忍到最后啊，而且会让你们大吃一惊啊。好，咱们先不扯，今天比赛开始，来自于河池和老 K 的比赛，一批是河池，2批老 K，3批小狼，4批大家。当然，这个咱们可以看到河池呢是选择的巴赫门。严格来讲，河池是选择这个龙克巴的。当然，他现在练大门，咱们也不理解。看到这一局，不是很好打的。你看啊，他8神好了，起身摇一个波，前过来轻攻击，回身背刚。刚才他的老 K 这什么？咱们看刚才跳 C 接葵花，这是一个4连，前轻腿接交锋，这个招式很多人觉得，这不是菜鸟会的招式吗？不，没错，其实打老 K 也可以好使。为什么？因为起身压战臂，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越是出其不意的招式呢，越让人觉得很诧异。起身老 K 并没有摇指令头，咱们还跳地，超慢动作显示呢，发现最后河池啊是练这个葵花，结果呢没练明白，被对方是打了一个战臂呢判定是朝下，所以说底盘的这个判定呢是不好使的。漂亮，骗了对方的一个 CD 反击，千鹤再来助词之后远距离。老 K 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河池威胁最大的就是大门和大猪。8神呢，我倒不是说可能这个，因为老 K 的8神嘛啊，它的作用，我觉得不是老 K 他不拼8神，他的8神作用太大了。只要能给大猪留气儿，大猪给大门留气儿，那承上启下，确实让人感觉到很恶心，好恶心这种人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3颗气大猪死了也要留3颗气给这个大门啊，传说中的 KY 门啊，你可以看到3颗气 KY 门，据说不怕任何人。好了，忍一下。远距离看看河池 AB 闪身直接出音头，有8个阵。好的，直接一个起手，远距离停掉 CD 卡空，前战臂再接，千鹤，就是铁雷打不动。这时候千万不要自乱阵脚，跳地回身没有粘到蓝针山，能量闪身，这次但直接抓了。
其实刚才天地反就够了啊，如果刚才天地反再加上一个 bug 阵，绝对是可以的。咱们看看现在下扣能量闪身，直接抓天地反好了。但是老 K 呢也是不放心。不过呢，这点情况你可以看到啊，面对对方的波峰水门啊，传说中的这个为什么要波峰水门呢？有特别水，3颗气傍身。好了，老 K 呢现在是只有1颗，两个人互相哎，这个出云头，感觉和老二啊这次还是挺嘚儿的，远距离战臂朝天椒，好的，连续的朝天脚，回身再刚。老 K 的这种大门，你看他充满了进攻，但是又打到一定程度呢，又不打了。好了，开始归起来，被推了一下，两个人现在血量，和老二已经只要被踢一个重攻击，漂亮，地雷阵不敢捡。哎呀，前一个直头撞，后跳地反腰，劲儿命啊！好了，咱们可以看到慢镜头显示前头上斧地雷阵。没敢捡，是没敢，然后结果被揪过来，爆气前跳地，然后反摇臂。这个何老二他下重手就是要刚 CD， 下重手就是慌了，想要崩他啊！你看大师兄气的，哎呀，就这个逼样啊！好的，0比1，老 K 呢是大门翻盘成功。这一局老 K 的大门确实嚣张的要死啊！其实前期也是先把一个非常讨厌的这个千鹤给弄死，这是最关键的。好了，老 K 这一局开局打的不是很顺，8神被何老二这个切成半管血。好的，开始慢慢反击，原地起跳地的话抢空呢还是不错的啊。第3是葵花，老 K 呢第一时间下轻手，远距离怎么办？勾一个腿，下翻起手再跟，漂亮，回身一刚，远距离空中再抢来抢去，左右何老二，哎，这个前掏裆手，葵花一下。再找机会，漂亮！这个收招及时发招啊！咱们看一下慢镜头显示呢，掏完之后呢，进攻2下之后呢，马上呢开始起跳，被打的一个葵花之后呢，连续的后撤。不过这个第一葵花呢，感觉老 K 也是想的有点多了，第2是也不敢撩，最终呢是被这帮小葵花直接整死。3颗气的8神前冲一个掏空中抢攻，结果落地呢是人家大猪先落地，所以说是抓了这个何老二一个指头，再一个前跳，何老二不敢动。3颗气傍身，看看8神，好的后能量闪身，浪费1颗气，再一次的被抓。我感觉还不如直接死了啊！你要直接死了的话，能给千鹤多留3颗气。如果身后是大猪倒无所谓。看看现在千鹤2颗气傍身面对大猪。蹦来蹦去助词，下盘再慢慢来，回身一防再蹬，好的，这有点没谁了。第2是飞身后跳地再往前蹭，连续的虚晃啊，忍一下再踢，斗过来，哎呀，咱们看现在这样的话有点悲催了，扣下来之后战臂再刚。千鹤，因为打大猪的话，千鹤确实也不应该他是在空中肯定是占不到什么优势，防空吧还凑合。顶门一人过来，回身再刚，时间还剩下10几秒钟，这个扑地完了，忍一下再刚一丝血，漂亮。老 K 这个他确实很巧啊，这个扑地打中之后，赫拉彻底慌了，回身一刚，站臂然后后跳 C， 他等你先跳。然后马上我再后跳，好恶心啊！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啊？你慌了，你先动，然后呢，我再抓住你的软肋。现在大门一丝血，一丝儿，就差这么一丝儿。好的啊，一个狙击锤，打多少是多少血啊！大门现在也是很苦恼，再被抓，面对残血的大猪，大门几乎是有点崩溃了。看看怎么办，慢慢蹭。前连续的切，最后被钢 CD 直接推回去。当然没有气儿，而且血量的话呢，应该是只有55%，也就是一半多一点点。面对对方的话怎么打啊？不是多一点点，多60%多了啊！腿把再踢，哎呀，机会来了！重手头上符有 bug 阵，正方 A 大升龙小升龙。哎呀，可是没震到老 K 啊！老 K 是第一时间头上符躲开地雷阵，回身一刚，前朝天脚，然后两个人左右后跳地，再找机会。老 K 踢一脚，咱们看现在血量虽然占优势，但是一颗气势在老 K 身上，太嘚儿了啊！
这个蓝之山，咱们看一下慢动作显示，踢一脚摸一下，然后前蹲那儿，前，哎呀，两个人同时都想出类似于抓的招，但有这个有气儿的人有底。蓝之山，你天地法别跟我扯，0比2，何老二怎么输啊？何老二还是挺悲惨的啊，连输2局，8神100，哎，怎么看老 K 这个反摇腿，精呀嘛精神病儿。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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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这个，哎，何老二看一下啊，装逼了开始啊！哎呀，咱们看一下慢镜头显示，你看这老 K 也有失误，这明显就是何老二对老 K 说：“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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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啊！这是什么造型啊？啊，非常挺别致啊，非常6+7呀啊！刚上来一个反摇腿，看来老 K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手误啊，也手误。好了，波过来。”前跳 CD 卡空，连续的前波掏挡手轻攻击，哎呀，但是切入的时候呢是被对方抓了个指定头，原地是闪身，百合蛇轻微漂亮，这个 CD 骗的好漂亮，重手接8之女，扣下来，后前跳定再抓，嚣张要死，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这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追尾了是不是啊？这怎么说呢？咱们可以看到前跳这个必杀，本身大猪是摇指令头啊，所以说指令头左右呢，有的时候系统也分不清。其实都知道老 K 肯定是要摇指令头的，但是出必杀你也没办法。好的，再抓，这一局好帅的节奏啊！何老二要1v3嘛，前发一个地波，连续的波。前下盘轻手葵花，然后再找下盘轻手再跟左右一掏，最后一下 KO。苍天呐，大地呀，这是哪位天使大姐替我出的这口气呀？咱们看一下何老二啊，这个何老二的心情就好比刚才那3个片段一样，一个是哎呀，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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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有一个是传说中的苍天呐，大地呀，这是哪位天使大姐给我出的这口气呀？啊，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啊！当然，这个咱们这个大猪也是客串一下啊，演了一刀。咱们看现在1比2，目前呢何老二是暂时的落后1分。这一局看看面对老 K， 两个人掏来掏去，掏挡手之后呢，再左右跟回身一个刚。后来这一局把这个老 K 想压进角落里，进攻欲望很强，但老 K 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被控制的人。啊，不管你是进攻还是防守，控制起来很难。你看老 K 现在慢慢的占据优势，前跳被掏，远距离空中再切，两个8神左右，血量上都差不多了，都有将近2颗气。哎，何老二，这个我看不明白了，刚才你归了半天啊，这忍了半天。没忍好，这个突然前走被抓住一个下轻手的机会。其实8神的下轻手啊，这个身体往前欠一刀，也就是说呢特别远。开局老 K 一刚，这也是近几局以来老 K 的这个8神啊，这个获胜也是挺不容易。看看往后拉，远距离再发波，这何老二这一局千鹤懵了。好的，这个前冲老 K 虽然说不太应该吧啊，咱们看慢镜头，老 K 连续了2个后前跳地跳跃。结果落地的时候呢，被下重手掏中，这个说明老 K 呢还是有点就想法，想要去打进攻。其实老龟呢也不行，因为本身气儿是满了，他就算是死，他也顶多给大猪留3颗气，他不可能留4颗啊。咱们看现在这边这个大猪往后拉腿把转球，前跳 CD 的时候被升龙顶回去，何老二好的再升龙，他这个升龙感觉很好，防空然后再踢。一气呵成啊！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升龙，然后在底盘下重手，直接一个原地跳重腿踢对方乱动，或者是蹲防，因为对方身材比较高大。面对大门的话，进行助词，远距离大门前跑，下盘之后再踢，回身一刚，大门呢确实有翻盘的机会，不过咱们先看一下情况啊。跳地超到外哥，好的 CD 反摇臂，这个是 bug 阵，可以捡起来。好帅啊，好帅！咱们看一下超到外哥，这个是升龙腿啊，然后 CD 反摇臂直接震，
很多人说这是连招吗？严格来讲，这是连招，因为它是 bug 阵，bug 阵严格来不是连招，但是 bug 阵呢，在9期当中是允许的，不是98。所以说咱们看现在扣起来，老 K 真要大门翻盘呐！这我儿吧，这是什么门？这艳照门吗？这是啊，这个好了，咱们看何老师懵了，来看看战壁前再。今天咱哥俩尽兴了，急呀！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大哥，这今天咱哥俩尽兴啊！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老弟，大哥，我只能说刚才的心情，老 K 啊，老 K 刚才的心情啊，嚣张的要毁了。咱们现在1比3，那么目前为止，老 K。这个应该说领先2分。刚才这一局大门，我感觉有2局赢的那个大门实在是太帅了啊，让人真是理解不了。好，看现在百合蛇勾逆向，结果对方下蹲。这一局开局2个人都是很谨慎啊。好的，落地一个跳抓。后来这一局霸神有点吃亏，前跳落地再抓，这种前倾手，这是要送的节奏。老 K 落地的时候被反抓。这个不能说不应该，可能想的有点多。后老二起身抓了个投技，看看现在最后一块血，原地起跳再抠一丝儿。哎呀，看来何池想要钻裆，他以为对方是大跳或者是前跳，所以说他前想要钻过去，然后回身落地偷这个下轻腿。可是对方原地起跳呢，而且小跳地，让人没招了。看看现在面对千鹤，回身一刚前想要跑抓，结果被下手助词远距离。踢一脚，回身再刚，千鹤这一局好凶的样子啊！远距离左右，哎呦，这个反气功，何老二这一局反气功反的，咱们看一下慢镜头，一直忍，再忍，他出了一个助词，然后在这个反，说实话啊，他确实猜到对方出的是快波，反过来之后呢，咱们看这一局气儿方面上铁定是不占优势，3颗气打住。而且不会乱进攻 ，AB 闪身，哎呀，这下血量这个拉倒了。千鹤漂亮，再升龙战术，腿把之后呢，怕对方能量闪身，下重手底盘助词后跳 C 摸一下，然后呢再左右，后来卡的身位还是不错的啊。然后这边再来下重手，我们一看还是不敢出助词。很多人说打中了为什么不接呢？这个东西没法确认。他如果一旦对方挡住，这一次。在对方转球的时候抓住了机会，看看这个转球的时候，因为对方有收招时间，他铁定能打中。咱们看下盘转球前，眼看着出 counter， 摇了一个反摇手这个双击 ，AB 闪身，好的想要抓，但是还是抓到了。反摇抓呢，对方是一个后跳 A， 但是在前冲的时候，幸亏是没抓住蓝之山。大门这一局能否翻盘回身一刚跳壁地雷阵减不减？不减，后跳地最后一丝儿血的千鹤，最后。好，千鹤前跳 C 不是说看不明白，他也是残血拼了，因为毕竟呢自己反正是打，万一他跳 C 偷中的话，下盘接布阵就会直接秒杀对方，而且呢跳 C 也无所谓啊，反正这个能给自己大门留气。这一局看看老 K 的大门还有很多体力，落地天地反，看看波峰水门能否翻盘能否这个证明自己不是水门。好的天地反，8个阵有，直接震死。其实，在没有气的时候啊，在这个比如说在老 K 没有气的时候，老 K 可以摇反手，反手那个点摇得好的话，可以破8个阵啊。这个在没有气的时候练指定头必杀，但是不是那么好掌握的啊，不是那么好掌握的。而且一旦练成功了之后呢，对方就是地雷阵打你就不会震到你，100%不会震到你，除非是用投技把你投住了，然后你再震，那是可以的。2比3，何老二刚才这一局这个千鹤发挥的不错啊，以导致自己的大门呢是承上启下，然后这个获得了一局的胜利，也证明了自己的水门还可以啊，还可以。来看看现在2比3之后呢，2个8神互拼，站 C 之后远距离跳地前跳 C 抓过来，重手直接8个小女孩了。这个8个小女孩还能好听点，8个小女孩就给跪了。CD 取消出生龙，他这 CD 是确认的啊，如果对方闪身可以出葵花。好了，你看跳 C 抓得很准，老 K 也确实，咱实话实说啊，不是说老 K 不是等前之辈，那肯定不是等前之辈啊。跳过来看看千鹤，下身手葵花2点前跳 CD 卡空，再前跳 C 虚晃腿把一下，何老二有点乱动，再前冲下盘2点，好的送了，应该要踢死了。
4个正攻击是能踢死的啊。千鹤呢就是短距离爆发呢有助死，长距离必杀呢有这个晕点，最可耻的下盘2点布阵接4个正攻击，这个血量是非常多的。更别提有什么双杀，当然不允许，还有这个27连或者28连。好的，再升龙战术，骗起跳，下盘起手助词。大猪开局有点懵，腿绊一下，左右，看看怎么个情况。连续的前跳 CD 被刚，再顶门一针，左右跑到一个小助词，前跳地打过来，下手助词再飞身，好的有点打懵了的节奏啊。腿绊远距离再来助词再飞，哇！好了，这一局千鹤完全是把对方大猪给打迷糊了啊，打不会了。就是你看龟呢，气儿这个血量也不够，进攻呢啊这个切不进去，这个就是其实千鹤啊他还是就最难打的人，他不是不敢说他是最厉害的，但最难打最恶心。AB 闪身后跳 A。这一局贺老二要扳平比分嘛，跳地回身再忍，大门好的被踢，就是这么玩。AB 闪身再摸，贺老二这一局漂亮。这么打的话，确实老 K 也没办法啊。这个反正呢，老 K 曾经呢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打千鹤最难打，打千鹤难打到哪儿呢？说你每一个招你都是在赌，啊，你在赌招，因为你得往前走，知道吗？啊，很多人说，哎，大门打千鹤好打，你看刚才。大门，你这个闪身不敢闪，或者说跳不敢跳，一个不小心整错了，那损失惨重。更有甚者，接上一个布阵你就废了。当然，你抓住一个蓝之山的千鹤也是会损失很多血，这个咱们另说。只是采取主动权的是千鹤，而不是这个老大门啊。当然，大门有气也另说啊，没有气就没招了。看这一局开局，贺老二要反超的节奏啊！连胜2局之后，贺老二这一局应该说，对于对方打8神打的也浑身有劲儿。回身再跳跃一抓，老 K 呢并没有被对方开局所打倒，葵花1点，再跟一个小波发过来，空中跳臂，好的反身位一抓，重手在葵花30。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对拼8神呢，感觉贺老二根本就不吃亏。所以说，面对不吃亏的8神，贺老二在后面2个人处理上呢，就是有很多余地。啊，千鹤的排中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虽然说不是8鹤马，而是8鹤门，其实你看8鹤马和8鹤门差不多，除了跟8鹤丸不一样，因为千鹤给后丸多留一颗心，而这个大门和玛丽呢啊排在千鹤后面也只是正常的留，所以说无所谓。看这一局大猪，哎呀，哥哥，请问你这个是什么感觉？啊，这个漂亮，晕了。贺老二这一局8神很凶，把人顶到原著叫不了出来的时候，然后再跟大门这一局只能靠反3了啊，只能靠反3了。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只要8神占到优势，你会发现，不管是面对哪个对手，你8神能打出1v3的情况，确实是很嚣张。但是咱们看一下，毕竟是钢门，钢铁型的大门啊，轻攻击，好的 CDE 取消，在前跳的时候，老 K 择了一个头上符，这个头上符呢有4点。1点是头上符啊，再有1点是什么呢？这个头上符是天地反，还有1点就是打起跳之后马上反摇臂，然后再出这个地雷阵。反正是呢，确认的这个则非常多。看这一局能不能反3前捡起来 bug 阵。你看还说了个哈漏啊，这个哈漏呢，其实为了反正也被震，不如长个气儿。看看千鹤 ，CD 顶，哎呀，可是千鹤没有练出布阵，如果刚才练布阵的话，比赛就结束了。AB 闪身再下手助词4比3，漂亮！千鹤再次的拿下一城。这个重手助词打身后，骗对方 CD 啊，打得很帅。这个助词很多人说，哎，我怎么玩不出他们这种节奏呢？其实啊，我跟你们讲，他首先收放自如，他想练到哪个位置，然后怎么骗他这个影子打到哪儿的位置上，就有的时候千鹤跟这个人重影，但是呢，他也打不着人。这个是很难掌握的，不是说你想怎么掌握就掌握的啊。看看2个8神，很多人说影子打出来不打到人有什么用呢？就是让你不打到人，不打到人，对方以为打到了，还想刚 CD， 哎，想要把你崩回去，结果呢，你出了一个 CD 的姿势，是吧？是这个意思。妈呀，贺老二疯了，4比3之后，这一局8神又是跟刚才一个样子啊。这我不能说脏话，咱们可以看到K 哥也是这2盘有点迷茫。微有点迷茫，看看大猪，连续的摸，毕竟还有2颗气棒身 ，AB 闪身过来跳 A， 那个位置比较远，所以说抓指令头呢还是没有机会的。跳 CD 卡空，原地起跳再来，8
神斗志昂扬啊！连续的发波，前下盘起手，再发空中一抢 AB， 哎呀，这个反跑，你要知道你是一只猪啊，这个跑得特别慢。好的，落地再抓，回身重手，八神的掌气速度也不错，原地起跳，结果落地被抓，不过不要紧，血量还是占据优势。咱们看老 K， 这局老 K， 哎。好的，两个人都是有点懵，腿把转球，小三连之后呢，直接葵花30。作为大魔王老 K 啊，确实贺老二今天也是异常的变态啊。这么跟你们说吧啊，贺老二跟老 K 打了无数场，这个比如举例，假设一共打了10场的话，何时估计就赢了1.5场啊，就是你们懂的，以往的战绩。咱们现在葵花过来，远距离左右。AB 侧身，哎呀，葵花30过来，前跳 CD 虚晃，回身再高，感觉这局好的战 C 再来，大门这局又是面对对方1v3的八神啊，感觉这么玩确实是碉堡了，腿把一下站壁，在前找机会，八神一个爆气，开始归起来，后跳再拉，大门也是真心的客气啊，不愿意刚 CD， 刚也刚不死，漂亮，哇！连续的轻攻击虚晃，大门这个八神就是蹲那儿，结果这个前跑抓让八神吃尽了苦头。不过尽管这样子啊，看看还有千鹤和大门殿后，这个紫衣的千鹤看看能打成什么样子。一颗气刚开始就爆，能量闪身直接一抓，前不打 bug 刃，前跳 CD 一顶，完了被助词再虚晃，这一次你看又是重影，然后没有这个效果，磨一下，好的再磨死5比3。贺老二这一局明显是。这个再次的利用强悍的八神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没有龙二的这个情况下啊，这个贺老二靠这个八神确实打开了一片天，5比3领先老 K， 老 K 现在也是压力山大。咱们看现在这一局两个八神对拼，紫色裤子的八神呢是老 K 的，看一下我 K 连续的前跳，被对方连胜4局，老 K 这一局。看开局就知道他有点势大力沉，这一局明显是要把自己的八神玩的稍微好点，也是非常专注。哎呀，但是这个抓重手挠过来，葵花30，远距离再来，老 K 一直忍，重手被刚，再前跳 C， 连续的后跳，回身一掏，前轻攻击，再重手八神女。好了，这个。贺老二也是非常凶狠啊，完全不给对方机会。打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啊，你要给对方留机会，那就是给自己就是挖坟地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面对大猪，一个黄色大猪啊，比小狼还黄啊。当然看连续的前跳，连续好的再找机会跳地，空中抢空，结果最后呢是被指令头直接抓住，连续的前跳。在左右回身一闪，葵花2式，第3式接上，这个八神还是我去，但是这一局是没有气啊，有气的话还是要接这个八只女的。下臂的时候距离比较远，大猪呢是直接摇出指令头，前跳臂闪身再前跳地，腿把转一下，然后回身后跳再堵。大猪现在心态非常好，时间在1分1秒。哎呦我去，这个前跳第一时间被下重腿打中，然后马上转球。老 K 的反应速度和这个判断啊，非常准确。时间，长出一颗气来，但是老 K 知道他怎么想的，老 K 能不知道吗？就必须得扑你一下。你看临死之前没长出那颗气来。贺老二如意算盘，我觉得还不如这个葵花，不如不练葵花，练波。好了，前 AB 侧身。前跳地回身一拆，现在主要是没有气，这个千鹤就难打了。好了，老 K 刚才的转马转球啊，还是没转明白。回身一个肚皮，虚晃腿瓣扣地踢一脚。好的，闪身过来再转，前跳 CD 卡空被刚顶了一针磨一下，但是呢，这个磨千万不要用重腿的，用重手的就可以了。虚晃腿瓣转球 ，CD 转球，轻攻击虚晃。老 K 就是他残血，他也能让你感觉到压迫感。好的，再来，骗了对方一个大升龙，何时？这明显是赌啊，明显看得出来是赌。几率大不大不管，他就真是赌了啊。5比3之后呢，这一局老 K 终于是见到了对方的波峰水门。前跳啊，好的，后跳 CD， 虚晃一下。
踢一脚，再来一脚就踢死了。只要再来一个朝天脚，来啦！好的，落地天地反。当然，咱们可以看到3颗气的大门，你没有气儿。这一局我只能说小伙子料吧啊！就你那大门啊，就你那波峰水门。当然，咱们尽管来看一下这个水门能不能成事儿啊。左右，老 K 好的没有爆气，但是被头上符打了一个天地反，不是这个头上符打了个地雷阵，然后远距离跳地过来，前跳 CD 被踢，左右，老 K 没有要爆气的意思，还是要用气打能量闪身之类的朝天脚。两人对大门，我觉得是最考验人耐心的啊，特别考验的。对于攻击距离啊、站位啊，都是非常专业。咱们踢一脚再来，站壁，慢慢你看步步为营。这老 K 啊，这就是大门之间的差距了啊。这个是何老二一辈子都追不回来的东西啊！我不能说一辈子啊，到目前为止，他这个不是心理，我觉得不是心理素质问题，很多手法呀、这个套路啊，以及这个对于这大门这个人物的这个人物的理解，我站到哪我能踢到你，你踢不到我，对吧？你踢我，我摸你啊！我踢你的时候你摸不着我啊！什么时候朝天脚，什么时候头上符，什么时候我前跳你只能忍着，什么时候我抓你你不敢动。哎呀，这一切的一切啊，这个尽在小狼解说啊！这个河池面对大门的不归之路啊！这个应该说啊，这个河池的大门总是输啊，到底是何人所为啊？为什么半夜这个摇杆店频繁失窃啊？这个好了，看一下抓过来这一局河池用这神级8神又来了，前跳 C 再来一掏，这2个人相杀，下轻腿之后呢前冲。老 K 这个葵花第2是撩的不是很好，最后呢是直接被打晕。看现在这边的大猪腿把之后忍一下，前一掏，好的跳 CD 卡空，再前跳地，回身追人掏挡手，再抓葵花的机会，腿把转球，远距离前再抓，各种不控制啊，各种不控制，前跳地，再原地起跳，好的直接转球转迷惑，原地起跳 A， 然后再往后了，漂亮8神这个前跑，非常漂亮的钻裆，然后5比4之后这一局何时还要再扩大比分嘛，连续的转球。这个转球也是强逼着你把那颗气儿给浪费了，因为他不崩那颗气儿的话，就会被直接转死。所以说还是得崩啊！你要不崩，你要崩的话还有点生机；不崩的话呢，对吧？你这颗气留给千鹤没什么，不能说没什么用，你只能说你让他长更多的气，因为你被挡，你也长气，当然你也被磨死，人家长气长得比你可快啊！好了 ，CD 取消，结果。下这手助词，远距离千鹤还是要再康。这个大猪简单的崩几下摸几下，这个千鹤的血量你看就已经达到了1/3，就是已经废了1/3。底盘助词，远距离左右，回身一刚漂亮，后前手再拉，助词一下再前跳 C 漂亮。这个前跳 C 确实给人打的微微有点蒙圈啊。当然呢，这个还是 KY 门。面对 KY 门的话，千鹤这一局主要是气儿还这个很到位，血量呢虽然说少一点点，不过控制好还可以。这就是第一步助词，踢一脚，看看大门怎么办，再助词，能量闪身被摸好了，老 K 着急了，看看左右能量闪身，铁头功，但是血量还有气儿已经都不行了啊，已经都不行了。千鹤蹭来蹭去，肯定不敢前跳啊，肯定不能前跳。最后呢是2个人同时前，咱们看这个节奏上呢，感觉大门也是想前打一个轻攻击、重攻击之类的。轻攻击一下助词，爆气前2个人同时往前冲，结果呢老 K 呢没有提前出招，千鹤的下重手速度很快，比分来到6比4。后来再次的把比分扩大成2分的分差，2个人同时对8神，看看老 K 这一局怎么办。连续的前跳跃，回身被掏，下盘起手再来，后跳地空中，葵花再顶，确实很犀利啊，很犀利。切防，空中再切，2个人犀利在哪儿呢？就是说谁也不肯先放一个大的破绽给对方。老 K 呢目前在细节上占据一点点的优势，回身一刚，原地起跳升龙。河池的反应速度和判断也是很准确，他这个升龙从根儿上吼啊，从最底下往上来，葵花一点空防，这一局2个人把自己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啊！哎呀，这下来了，下盘2点再葵花，何老二就是忍，哎呀，下轻腿想要打对方蹲防，
不打对方落地，结果对方落地的是跳重手，打的点还很低。咱们看一下这个跳重手啊，跳 A 后跳 B 前跳重手，这个前跳重手一定要贴身打，离得远的话也可能会被打中。刚开局练了个布阵，很莫名其妙，然后呢被勾，下盘起手被刚，远距离发波，空中起手一切，好了再刚。老 K 这局明显是奔着什么使劲呢？就是我跟你拼了啊！百合蛇，这个太民工了，跳地过来再跟，远距离，千鹤后撩踢防空，再升龙，好的，他这一套可不是瞎蒙的啊，这个升龙可不是瞎蒙的。咱们可以看到，先站壁防空，助死，然后他没有助死之后再跟助死，而助死之后忍了一下，确认对方从地下往上一跳一蹦的一瞬间。摇了个升龙，这个很赖啊！来看看现在面对大猪，回身一刚之后远距离，千鹤下手助词远好的连续的斗啊，再顶升龙一下，这各种不控制啊！看千鹤的虽然说好的，虽然说刚才很吃亏，但现在这一下占便宜了，往后拉，再出升龙，后拉了，我感觉。这个就是荷兰的优势，他玩街霸玩得好。从玩街霸起身的，玩街霸的人，一是不轻易起跳，二呢是这个升龙练得非常好。升龙是看家本领啊，没有升龙那你怎么玩啊？当然，街霸也有一些人不会升龙。我的意思就是对于防空的技巧是非常好的。天地法，好的后当然这个不知道是否摔死，所以说第一时间呢还是稍微忍一下啊，忍一下。看看面对大门 Diamond。来两个大门互相，这一次互相对大门，荷兰给你机会了啊！你这中用，回身一站朝天雕，然后回身再被抓大门，怎么起身择站壁跟反？他这个站壁跟反，我跟你说，如果站壁踢中了，可以接上蓝针山的。他只是一个手法，不出蓝针山的时候，不是那个过去反摇前腿那招，漂亮！等下一个跑抓必杀，老 K 的大门回来了，前起蹲过来朝天脚，后前跳地后跳地。这明显就是打你蹲姿，你动你也死。咱们这个，当然老 K 的大门在细节的处理上啊，确实是要高过何时一成。这个不能说，咱实话实说啊，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荷兰二呢，我觉得就是龙二这个东西，这个人物啊，就确实挺厉害的啊。这个，当然呢，他选了龙二就不能选这个大门，选了大门呢就不能选龙二，也不是说不能，就不适合。6比5之后，看看这一局。连续的前跳一掏，跳来跳去，好了，前 A 是打对方这个前跳，搂来搂去之后，看看这边怎么办？跳地再前跳一个抓，鬼不过来重手一个葵花30，再前跳跃攻击，空中一抢，再前跳 C， 好的，连续的往前跟啊，这个都没谁了啊，跳过来落地一掏，左右。站地，哎呀，抓过来，回不过来，重手接葵花30，然后再前冲，落地一拉，百合蛇一勾，重手前手再跟，好的，两个人在时间还剩下10几秒钟的时候呢，血量差不多，老 K 呢率先发起攻击，然后这边气儿上也占优势，跳 C 过来，哎呀，时间不玩了，好了，这在时间的掩护之下啊，最终。获得了短暂性的胜利，因为这个血量不是很多，因为本身剩0秒的时候呢，给你的这个加的血也不是最多的啊，也是挺少的。面对千鹤开局，哎呀，开局送礼包 CD 大葵花，但对方能量闪身，这个能量闪身呢有一个定屏的作用啊，就是就像必杀它是有一个定屏的作用，闪身的一瞬间，对方其实还是在收招阶段，这时候呢第一时间下手助死，对方是防不住的，没有防御姿态的啊。好的，站 C， 远距离前跳，哎呦，这个 CD 有点骗 CD 的感觉啊，就是他跳 CD， 对方一刚，结果呢距离不够，扑地过来被助词，再踢一脚，回身一转，6比5的比分啊！看看这边老 K， 站壁取消抓指定头，摔过来之后看看何池，再下盘，连续的前跳，站 C 这一下打的疼了，千鹤吃亏了。再打助词，远距离前下重手，哎呀，他可能是又想下重手，一个蹲姿，明显是一个蹲姿啊，最后被一个跳重腿无情的踢死。咱们看一下慢镜头显示，他可能在愣神儿，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他这个下蹲的过程当中，可能第一时间想要这个站这个升龙摇升龙，
但蹲的时候摇升龙特别难。你想，你蹲的时候摇升龙，你要先前，然后再斜下，然后再前。好的，大门有 bug 站，后跳 B， 后跳 B 反摇 B 想要点啊，结果或者是想要这个闪身，结果没点出来，变成了站 B， 应该是想要点闪身的啊，后闪身。看看头上扶一顶，前跳 D 再回身拉过来 ，CD 顶转球一丝血，再转球。这一局甚至连大门都大猪都打不死了，6比6平，两个人打成了6-6大顺。这个情况不妙啊，情况不妙，咱们看一下河老二，龙二，好的，果然是上了河老龙二，但愿这是龙二不是龙套啊，但愿这是龙二。好的，龙二穿着一个白色的貂衣，开局咱们看一下怎么办。空中抢空，落地一抓，直接好的，这种葵花三式，前跳 C 过来，原地跳 D 再跟，哎，漂亮，踢着了，哎呀，提着了，哎呀，踢着了啊！哎，非常嚣张的大摇大摆走过去，两个轻腿重手接升龙，好恶心啊！这种人啊，这个还装逼，因为对方没有援助，咱们连续的下臂，这一下真就是提着了啊，这个就没谁了。面对大猪，忍一下，轻手一摸，好的，直接反摇 A 躲回去，前跳 CD 卡空，跳 CD 再来，这一局龙二疯了，这是龙五，这是啊，这是龙9龙5，不是龙2啊，这是啊，这是好的，回身再挑，然后跳过来跟这背转，大猪呢也开始归起来，回身一个铁头功，后跳 B 打对方蹲姿，朝天边已经是心理防线微微有点崩溃的老 K 呢，已经是忍不住了，想要往前跳，何池已经猜到对方要落地了，看看面对大门。下盘起手，远距离腿棒，左右被后撩踢，好的，重手踢杀前，哎呀，这下手没整到，远距离再跟，左右踢一脚，看来是要1v3的节奏啊！下手在皮边轻攻击，大门也不知道该怎么出跟反，前跑到蓝针山，对方切防，重撩踢，重手回身骗闪身，下手再皮边，老 K 可以扔杆了，可以松把了啊！好的，再后跳 B， 这个龙二。这才叫龙二了，是不是啊？这叫龙，这不是龙套，这是龙5啊！临时演员也是演员，拜托你们精神点好不好啊？好了，可以看到现在八猪门对龙鹤8，你看突然一上龙二，感觉河池还真不错啊！7比6，看龙二这一局怎么办？下正手皮边远距离8神，下盘起手再来。哎呀，卡的位很好，刚刚打进去又是被推出来。他主要是龙二就是啪几点给你推出去了，哎，就是你越打你越远，你往前凑点距离全被踢没了。下手再来空中下盘，龙二左右空中被踢，这一局龙二还是很占优势的啊。忍一下，后闪身，再刚，哎呀，完了，这重手8人女了啊，不接，选择接葵花啊，也是晕了，没注意前面的几点，打晕就可以。正常的话要接8人女的话，确实没有算到晕点，浪费一颗气，也不是很好啊。当然这一局龙二开头打得不错，后期的这个前跳 C 接抓是让8神抓住这个硬骨头了啊，这就应该说这个抓住这个脖子了啊。好了，3颗气的8神，这个是不能刚 CD 的，落地回身头技被拆。当然是打了个地头，原地起跳落地想要抓一个破防，其实再跟顶门一针打对方葵花，可是可以看到对方就算是只有2颗气，他也是可以给大柱留成3颗，这个就是老 K 排人这个优势，他排人的优势就在这儿。面对大柱远距离底盘助词被刚，然后下正手再转踢一脚，下盘再接，好的，这不大哥2颗气傍身何时铁了心，我就是不刚 CD。我也不闪身，被你磨我认了，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不对的。哎呀，他这个前啊，很多人说何池是2B吗？为什么要前呢？这个前是要打对方第一时间，就是很多人害怕，所以说愿意起跳啊，愿意这个起跳。他这个起跳呢，这个先和前跑就可以钻裆，
所以说何时很聪明，只不过老 K 也是懵了一下，他是先忍，因为对方没有指定头啊，所以说他蹲那儿忍一下无所谓。结果呢，他想刚 CD， 你知道吧？结果出了个下重手，一切都是靠蒙啊，一切都是靠蒙。好了，连续的前跳 A， 前跳 C， 跳地过来回身一转，最后被抓中前一手葵花。好了，八神再套，哎，落地好了，没有气儿啊，打不死。虽然说八神这个有翻盘的能力，不过我只能说，你以1颗气的八神面对人家2颗气的大门，这个我倒不是说大门一定比八神厉害，主要是老 K 的大门，这是第一。第二呢，对吧？人老 K 那2颗气儿啊，对吧？你还血还少。看这一局，前跳过来，虚晃背刚，远距离逆向跳 C， 空中抢空，下盘2点一个波，远距离再找，左右踢一脚。再左右杀人不分左右，朝天脚再跟，空中一切，八神很，他这个说实话，你说他龟吧也不是，他确实是在找这个阶段。严格来讲，老 K 现在心里也是很矛盾，因为八神这个人翻盘能力不强，但粘人的能力是很强的。AB 闪身被地头下重腿挥空，然后漂亮走过来，蓝针山结束了，比分来到7-7，两个人打成了情人节。咱们再来回放一下啊，刚才是怎么抓住这个机会的啊？这个明显啊，作为一个何时来说呢我觉得他充分演绎了一个被对方翻盘的人物的这个唏嘘跟坎坷啊。无论说从动作、表情，还是这个从眼神、动作，还有就这个表情，还有动作行为方面啊，他都是演的这个丝丝入扣、入木三分啊。这个让我们重新回放一下。好了，7-7之后呢，这局还是选择龙鹤八，龙二首发，空防，好的一个指定头，前冲。跳地过来，再前跳 C， 哎呀，把提着了！哎呀，提着了，哎呀，提着了啊！这一下好疼啊！咱们看一下跳地，这个他是怎么踢着的啊？前跳 C， 打对方葵花出了个 counter， 前重手，直接升龙，第3点就晕的啊！第3点就晕。咱们看现在这个大猪，提着了啊，是真给劲儿。切防下盘，下着手皮鞭，好的，再前跳 CD 跳过来，忍一下，好的后跳 CD 远距离再跟，皮鞭抽过来前冲，哎呀龙二，哎闪身好，哎提着了啊，重手再升龙，1v3的局面。这何老二，我觉得你这个龙二确实可以，咱实话实说，现场直播的啊，这个。当然，我感觉这个人就适合什么呢？就是打着突然上一下，哎，那么2-3局挺好使啊。我给人一种感觉是不稳定。看看面对大门，跳 CD 卡过来，前跳 D， 龙二忍一道，左右站壁再被抽。好的，这个龙二打得很漂亮啊，蹲过来又要踢，前跳 CD 卡空落地。再踢，好的，前打人不敢动了啊！前指定头抓，跳 C 过来骗闪身，下手皮鞭，对这个皮鞭随便放，对方没有气儿了。下手再皮鞭，漂亮。这个何老二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哈哈哈哈！这个这何老，我这个何老，你看8-7了，何老二的心情啊，就是这个逼样的啊！咱实话实说，现场直播的啊，笑懵了。好了，看现在这边是霸主们面对龙二，看看现在8-7的情况。哎呀，前跑抓，这要惨了，哎，完了要晕。干什么？你没事吧？诶，我是下手重了点，我也不好意思啊。要不是有张桌子挡着我，我踢不起来，我未必会输给你。知道吗？啊，何老二就是给人找理由了啊！要不是有张凳子挡着我踢不出来，我未必会输给你啊！结果这一局被打了一个屁拍他啊，也就是传说中的这个200啊，就是满血。看一下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如果要不是有张凳子挡着我踢不起来，好了，前跳地，跳 C 过来，正手前一手，再跟落地一掏。哎呀，葵花3式，然后，哎呦，这种何老不行，老 K 要急了，要晕，葵花啊，底半腿，再刚前过来，前跳 C， 下盘2点腿瓣加攻击，原地起跳再打，好的不扣，哎不认啊，但是打不了多少血，还是有点着急啊，为了打多点血，他刚才呢是跳 C， 他本身能打3个中攻击，但是呢这个
这但是没整好啊。如果整好的话，能打3个；如果保守一点，可以打2个。看现在8比7之后，2个8神。目前呢，就是老 K 是1v3的模式了啊。落地被踢，远距离再找，空中一抢，好的萧峰一切，而且重手前轻手都加上了啊！何时也是拼了，连续的前跳背刚，下盘2点，老 K 很灵活的下轻腿啊，空中再抢过来前跳 C， 轻攻击，两个人同时出指令头，同时出指令头，咱们看一下慢动作显示啊，真的是同时出的，但是系统判定给了，咱们看一下轻腿，然后最后系统判定给了红色裤子的这个何池。不是运气好啊，还是抓的时候压键问题，还有这个谁后出的问题，占优势。看现在面对大猪，回身猛的闪过来，再找跳地回身一勾，回身再打刚。大猪现在左右再找机会后跳 CD， 远距离，哎呀来呀，跳重腿接抓就好了，没整明白啊，没整明白，后跳再来后跳，这回后跳地接抓了，摔成了一丝血。前跳一臂闪身轻攻击，再后拉，最后呢是站轻手直接摸死啊，直接摸死，也是完全不考虑人家感受的节奏啊，也是这个节奏。这样的话，咱们看一下8比8之后呢，面对对方这边的龙2，不上龙2了吗？难道8比8，还有龙2上龙2了，犹豫了半天。排人方式怎么还排人方式？千鹤，哎呀，这么排人不长气儿啊，小伙子！这么排人，每个人都没有气儿，他上来100%气儿是没有的。用千鹤打对方8神，这个是灰试了无数次的这个结果。好了，但是这一局千鹤虽然说很不到位，下重手助词，前冲再助词过来，跳 C 完了，重手8之女。这个虽然说没死，但是基本上也残废了。战臂不可防御波，好的，何池也很聪明啊，他很聪明，他这个不可防御波，他放8神之后战臂第一时间出不可防御波，起身的时候呢，千鹤放一个裸杀，然后用真身挡住自己的这个，因为他放了一个裸杀之后呢，这个气功在停，但是他人可以动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可以躲不可防御。可是呢，这个你也要浪费一颗气，不过呢，气儿浪费也无所谓，因为毕竟啊，自己后面这个人是不留气的。空防这种前一手葵花，然后再来下盘，远距离空投，直接再跟，好的踢一脚，萧峰哎呀，老 K 这一局8神又要疯了，前跳 C 轻攻击发波，再找，好，哎呦这个正摇 C， 有点懵的嫌疑啊，有点懵的嫌疑，还是龙2一赢了之后就德拉架啊，就这种感觉啊。不知道是不是发羊角风啊？来看现在面对大猪，轻手一摸，两个人左右，好的，能不能提着啊？能不能提着啊？再来，要提，好了，回身一杠，再来，这血量不多了啊！再刚，大猪又有一颗气，就是再来一颗又有一颗啊！你说你怎么办啊？再来，好的皮鞭一对，但是对血，你跟大猪不玩命吗？这不是啊？这个人家皮鞭要钱，你皮鞭要命啊！你这个是啊？看看8神，踏咚，咚，好了，再来左右跳地，这一局8神，好的回身一转，原地起跳一个波打康塔。大葵花想要钻，结果被再摸，8神着急了。好的，再破防踢过来，原地起跳勾腿，结果被抓，要死的节奏，前，好的菜。我这还巴巴给人上课，你说我咋摊上这么个事儿？刚才何时还搁那笑呢啊，搁那哈，还搁那笑呢啊！我这巴巴给人上课呢，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儿啊？这样比分来了8比9，老 K 先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咱们看现在8龙鹤，其实刚才千鹤首发明显是不理智的啊，怎么可以用千鹤首发呢啊？想都不要想啊！远距离，连续的前跳 CD， 再找这个机会，空中一切，落地一掏，下地走抓有晕点，好的直接打晕。
前跳的这种前引手为什么有晕点呢？其实直接走抓的话，按理说是没有晕点的，但是前面如果加一个下轻腿的话，不管对方打没打中，晕点都是继承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防住了还是打中了啊？但是如果没打着的不行啊，没打着的不行。看现在面对大猪，前跳 CD 有 counter， 然后再来 AB 闪身，等你闪过来我再抓你，就是这么一个节奏。远距离 AB 侧身，空中再切，好的，再来被刚，远距离再打。大猪好像现在有点被对方的八神有点位移打的有点懵，不过这个指令头全是老 K 还是能忍的啊。轻腿转球，哎呀，八神前跑打了一个小四连，跳 CD 打乱动，再起要一掏轻攻击再掏，就是掏你，大哥你好我就掏你啊！踢脚下盘，好的漂亮。这一下好帅的节奏，虽然说这一下被摸，但是突然的跳中腿，然后下盘3点，葵花2点，直接解决。要装逼的话就是一个掏裆手啊，装逼就掏。看看面对大门，前跳 CD， 哎呦骗 CD， 这个 CD 骗的好漂亮，重手接八智女，然后一个波哦，第一时间后跳天地反后反摇地。虽然说有翻盘的机会，但是毕竟啊，这个对方也是两个人都有1颗气的话，千鹤肯定是不虚的。这个千鹤去了啊，这个不是千鹤，龙二排到第2，那没气儿了，没气儿。不过龙二不一定怕大门，回身一刚起，当我没说过这句话，后小跳，进攻型敌人捡不捡？不捡。他如果捡的话，还真成了啊！捡完之后还能来一个 bug 阵，这样当然一切都没有重来，提着了啊，提着了。快让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加油，加油！这个中间插播广告啊，来，为什么要放这个广告呢？我只能说加油！看着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0-9，这个不是0-9啊，09比09，也就是打到了最终决赛阶段。传说中呢，这个谁赢谁赚啊，前面的18局白玩啊，就白玩，没有分出胜负。这个最终的结果到底谁能够赢呢啊？咱们坐等一下，看看2个八神。跳来跳去，哎呀，开局哎，老 K 的小葵花没摇出来，下半期手再跟葵花3式，小跳百合就晕了，这一下悲惨了，老 K 开局不顺，对于整场比赛来讲，这个确实有点嘚儿啊，有点嘚儿了，因为对方八神一旦成，但是虽然说八神不能给龙二留气，但是看看老 K 的大猪怎么玩，连续的在蹦波。战青手的时候被下盘打了个4连，还是小跳百合折，最漂亮。荷兰2这一局八神疯了，连续的前跳落地被摸，大猪呢是前跳落地打了一个指令头，回身转球一根，哇，跳跃还没落地就把对方练葵花的人给抓过来了，你说多赖吧啊！再闪身这个指令头。我去，指令头外挂模式，看来是这个谁赢谁输还是有味可知。轻攻击过来，打这个八神一个劲儿切防再抓，我感觉这个八神就是死在指令头下啊！这个我这么说吧，就是所有的废的血都是废在指令头上啊，而且连个轻腿都没有。看看这一龙二对大猪，到底谁能占优势？这个何时最后一个人物是千鹤啊，不是很好打。龙二呢，尽量要给千鹤多留点气，这是主要的。当然，老 K 的大猪也是要给大门留气。看到打到最后怎么样？2点没有接皮鞭，没摇出来。好的，皮鞭抽回去，前踢杀，前再指令头，起身怎么压？好的，跳 C 直接打对方乱动。感觉荷兰2这局胜券在握，2个人面对对方最后的一个人物，2颗气的大门，怎么个打法？看看现在，哎呦我去！开局一个跳臂，然后送礼包，角落里面有 bug 阵，然后看看捡不捡 CD 阵，捡不捡，然后前好的朝天脚被钻裆抓了一下，落地漂亮，再 bug 阵结束了。好的 bug 阵漂亮。那么他们到底谁赢了呢？好了，咱们比赛继续。刚才只是插播一段令人非常这个好恶心这种人的广告啊。好了，可以看到现在千鹤对大门，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开局千鹤一个助词，空中抢空再来，你下盘2点布阵要结束了吗？理智告诉大家，好像还有一口气。看看千鹤
前冲下轻手虚晃，大门怎么办？前跳过来，再找。哎呦，跳 CD 打中，哎呦，但是不合适了。除了蓝之山已经无法挽救老黑了。重攻击，再找，慢慢来，慢慢蹲起，跳地完了，最后被摸死了。